奶奶跟你坐在这儿，咱们一起吃，就坐在这儿吃。闻闻，香不香？快拿着，尝尝，吃吃看。哎，好吃，好吃，多吃。那我们进房间慢慢吃，好吧？好，听话，妹妹。好，乖女。哎呦，来，云生，你去哪儿了？一晚上都没回来。你说你还没有康复好呢，你怎么能瞎跑呢？云生回来了，来，还没吃早餐吗？快过来。谢谢桃姐。桃姐，你忙别的去吧。哎，好。云生，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。没有忘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。你不会是想反悔吧？你想多了。既然已经分手了，就不要再继续纠缠下去，这样对谁都好啊。你奶奶的事，我表示遗憾。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奶奶的肝源是怎么得来的？云深肯定是瞒着你的，但你应该很清楚。我很感激他为我做的一切。朱医生，人不能太贪心，什么都想得。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，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让云深受伤，我很抱歉。如果你真的爱他，就不要把他变成一个背信弃义的男人。
这边请。请慢用。谢谢。我就想吃点普通家常菜，你至于搞这么大阵仗吗？只要你喜欢就行。你干嘛呢？把肉挑出来啊！为什么呀？你把肉都挑出去了，那我吃什么呀？你之前在家不是不吃肉吗？只吃蔬菜的。我之前那是减肥呢。那你现在还减了？都被你气瘦。你管我减不减？我现在就爱吃肉。现在吃肉吗？吃。行，别拌了，别拌了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吃吧。我想吃那盘。对。好吃吗？我记得我就放在梳妆台上了呀，你好好找一下。没有啊，那我回去帮你找吧。拜拜。买好了。爆米花呢？那个香精味太多了，不是很健康。可乐和爆米花是看电影的绝配啊，怎么这点常识都没有？那我去买。早点休息，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来，过来。西周，我今天很开心，虽然只是普普通通的吃饭跟看电影，但是第一次没有吃着吃着就跑出去接电话，还陪我看完了一场完整的电影。我第一次有恋爱约会的感觉。对不起啊，蕊蕊，我今后一定会花很多时间来陪你的，一定。路上注意安全，拜拜。喂，喂，副总，江津那件事情的证据都收集好了，要不要现在交给检察院？先等等吧。为什么呀？现在可是扳倒江总最好的机会，您不是要放弃吧？先等一下，看詹姆斯那边什么情况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
哎，朱舅，你下班啦？啊，姑姑，一大早就过来了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。是这样啊，我知道当时买房子的时候，你爸爸妈妈出了大头，所以老太太把房子留给你，我没意见。可是老太太之前答应把洋洋户口转过来，方便上学。你看，我知道这奶奶刚去世，我就跟你提这个事儿，是有点儿，可是我怕赶不上报名啊。姑姑，我昨天上了个大夜班，现在实在头疼的厉害，晚一点再说行吗？朱舅，我这不是心急吗？你说办这个事情也需要一段时间，再拖下去，我怕报不了名了呀。你是不是不愿意呀？姑姑，不是，我身体实在有点不舒服，我去躺一会儿啊。朱舅，哎呀，朱舅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你怎么了？云深，你去哪儿了？奶奶一直问你，你怎么不来看她？她问了我好多次。你去哪儿了？想看你。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了？我对不起。你怎么来了？是姑姑给我打的电话。我没事，你走吧。看看是不是做噩梦了，梦见奶奶了。你走吧。主教，医生说你血糖过低，加班太累才晕倒的，你肯定没有好好吃饭。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这样奶奶才不会为你担心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以后不会了。哦不，想吃什么我现在给你去买。我没事，你走吧。好。你好好休息。我还想拜托你最后一件事。你说。奶奶明天做手术，你能不能和我一起把奶奶送进手术室？对不起，云深，奶奶想要做手术之前见你，已经跟我说了好几次了。算我求你了。
还有龚总先上去。云深，奶奶，你出差回来啦？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坐。你出差回来了？云深回来了。我以为手术之前见不到你了。奶奶，你不听话，你明天就要手术了，你应该好好的休息。我睡不着。你是在担心明天的手术吗？我担心女女。这2天我老在想，女女爸爸妈妈出事的时候，她那个伤心难过的样子。我怕我要是再有个什么3长2短，女女，奶奶，你不许胡说八道，你肯定会没事的。奶奶，云深，你答应奶奶，如果我手术当中有什么不测，你替我照顾女女好吗？我不要，云深不要。奶奶，既然你都这么担心她，你就更要好好的，长命百岁，亲自照顾她，啊？你这个孩子，奶奶，那我们回屋休息。我想在这儿多坐坐。好，让余生陪你。江总，这是美国寄来的文件，我翻译了一份中文版给您。辛苦了。那我先走了。
爸，嗯，我有话跟您说。什么事儿？之前有风声说要收购咱们凌天的红石风投，你还记得吗？怎么又有新的动静了？这资料哪儿来的？红石之前投资的都是房地产跟酒店，突然转向医药，我就很好奇，所以我就找人调查了他们的资料。看来传言并非空穴来风，傅西周脱不了干系啊！根据客户的要求，这幅画要加大1倍。那另一幅呢？另一幅，回头我再跟他们沟通一下，再确认一下尺寸。好。软软，佳阿姨，您怎么来了？有件事我想问你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一家美国风投公司的股东名单，上面有你的名字。你不知道啊？我就说呢，一个学艺术的小姑娘，怎么会对风投感兴趣？看来是西周背着你，用你的身份操作的。姑姑，来了！呀，朱舅，姑姑，你怎么来了？先进来，先进屋。你好点了吧？好多了。哎，你先坐啊，我这锅里还烧着菜呢，马上就好。你先坐，先坐一会儿。洋洋，吃饭啦？知道了。谢宁阳，叫你吃饭你听不见啊？就晓得打游戏，你怎么不死在游戏里面？哎，知道了。快出来！吃饭还拿个手机。姐姐好。洋洋，你吃过了吧？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一点？不过今天就2个菜，也不知道你要来。姑姑，我就不在这儿吃了。我今天来，主要是要给您送这个。这是房子的资料，房子就给你了。给我？你就收着吧。这是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是我姑姑啊。好了，你们抓紧吃饭，我也该走了。哎，我送送你。我送送你。
姑姑，别送了，就到这儿吧。我走了。祝舅，你自己要多保重啊。好，你也是。傅喜征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这么大一个公司的股东啊，你给我解释一下。不是，对不起，我有我的理由。你说对我做不到100%的坦诚，我试着理解了，但你利用我的身份隐瞒我这一点，不管出于什么我都无法理解。这才是你一直不愿意离婚的理由吧？不是，这是两回事儿。行了，我本身就是个笑话。把证据递给检察院。张女士你好，我们是市检测院的，有件事需要你协助调查，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，请。请你解释一下，怎么没话说啊？这么说，红石收购凌天就不是空穴来风了？您不是都知道了吗？你就这么急着要坐那个位置，甚至要引狼入室？
我这不是跟您一样吗？为达目的，不择手段。你在跟谁说话呢？我在跟一个为了利益拆散自己儿子婚姻的好爸爸、好爷爷在说话呀。你终于知道了。对呀，你从小就是一个城府很深的孩子。当年是我想的不够周全，害得你妈妈生病，你爸爸郁郁而终。可是这么多年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毕竟那个是我的儿子。齐州，当你5岁那年进入我们傅家门，你就是家里的一份子啊！你去想想，爷爷有没有亏待过你？嘴上说是一家人，事实呢，我为云深做什么都是理所应当，而云深为我做的，哪怕是一小点儿，你们恨不得我刻在心里。如果这个就是你所谓的不亏待，是的，我都记得。当年明天，要他们将他支持。厂里这么多人也等着开饭呢，我是有我苦衷的。那我妈妈呢？她受的苦就是活该吗？我对不起他。您这一句对不起，说的可真轻松啊。你要是真的觉得抱歉，你就不该让那个姓姜的送我妈去精神病院，也更不会这么多年对她一直都不闻不问，连她临走那一天，你都不愿意去看她最后一眼。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原谅爷爷？爷爷，你该不会真以为我想当那个总经理吧？你错了，我要让红石收购凌天，把凌天拆分卖了。我要让凌天制药这4个字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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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按道理来说，应该快下班了。老板，胡律师来了。胡律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江俊挪用了一笔大额公款。江总说，他并不知情，但转走的这笔款确实盖了财务部的章。可是我妈对财务盖章一向都很谨慎的。江俊跑了，我们需要找到证据，证明章不是江总盖的。江总说他在办公室按了隐藏摄像头，让你查看一下监控。好，落实了与我联系。辛苦胡律师啊！好，好，辛苦胡律师。哎，陶姐，爷爷住院了。好，知道了。怎么了？老板，我来吧。你瞪着干嘛？啊！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放开！今天血了！既然你来了，交给你了。医生，我爷爷怎么样了？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现在处于昏迷状态。那他什么时候能起啊？不确定，还需要进一步观察。还没回去休息啊？刚刚下班。其实你可以回去休息的，这里的护士会把爷爷照顾得很好，不用担心。我知道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我送你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打车。走吧。谢谢你送我回来。再见。你肚子饿不饿呀？我给你做点吃的吧。我不饿，谢谢。
我是不是做饭特别难吃啊？还可以吧。晚安。晚安。傅云山，也许你以后会给别的女人做饭，但可不可以不要给她煮面？嗯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要解除股东身份，我还得亲自飞一趟纽约？侯氏是一家美国公司，这是必要的程序。那当初你用我名字入股的时候，怎么不需要我飞美国？你是不是欺负我不懂流程啊？我没理由骗你啊。没理由。我们的婚姻就是一场骗局。你现在跟我说你没理由骗我，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？是啊，我承认，我当初跟你结婚，我目的不纯粹。但是我后来，你利用我爸的支持，拿到了副总的位置，但你还不满足。你现在竟然让外面的公司来收购林天，如果被人知道了，一定会戳着我爸的脊梁骨，骂他是叛徒。谁跟你说的这些？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，我自己有眼睛有耳朵，我会看会听。爷爷为什么会躺在医院里？江阿姨为什么会被带走调查？为什么？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。傅喜舟，你不顾虑我的感受，我认了。当初是我爱你，要嫁给你，我愿赌服输。可是爷爷呢？他可是养大你的人啊！你到底有没有心啊？放开！然然，我是真的，我真的不想失去你。傅喜舟，我之所以还肯来见你，是因为我们之间还有感情。但这种感情已经不是爱情。如果你心里对我还有一点点，哪怕是一点点的善意，我求你了，放过我行吗？求你。
托你一些事情。你别看软软平时笑嘻嘻的，小时候她可爱哭，一点点小事就哭得声嘶力竭，而且啊，她哭起来特容易喘不上气，有一次差点就聋了。这说这事干什么？5岁以后不是好了吗？可是我到现在一想起来，我还是害怕的要命。我这辈子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我女儿哭。西周，千万不要让软软伤心，好吗？对不起，刚才是我没注意。芝芝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小副总，这是你要的请款单和财务对账资料。谢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停职后有没有人来过他的办公室？没有，连清洁工都没让进来打扫过。哦，对了，程秘书进来过一次。那我知道了，我们先去忙吧。都是西周。我觉得可能，如果是他的话，就不可能会留下任何把柄。也对啊。那你们是谁拿走的那存卡？忘了，有人做贼心去跑。你说江俊？尽管单日期账上有人停职那一天，也需在监狱室调出财务这一层所有江俊的帮忙。好。我们先起来，先起来。我马上让手
云深，见字如晤。抱歉，没能跟你当面告别。这些日子，我人生的主题好像就是一直在告别，承担的太多，我怕把你当做最后的依恋，舍不得放手。师哥，有事吗？对。我同意了。我知道，这会让你为难。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离开了我。这几年的职业生涯，我见了很多生离死别。我以为自己做了足够的准备，可真正看着至亲在眼前消失，是那么难以承受。上班的时候，会情不自禁地走到他曾经住过的病房，这真要命。我不能再沉溺悲伤，奶奶也不会愿意看到这样的我。离开也许是一种逃避，但我更愿意把它当做一个全新的开始。云深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从未停止爱你，我知道你也是，但我不应该再强求你，强求你非要让我们在一起。我想，真正的爱不是这样的，真正的爱，它应该是愉悦的，不给对方负担和压力，尊重对方的意愿。路易·阿尔都塞在《来日方长》里说过这样一段话：什么是能够去爱呢？就是拥有自我的完整性，拥有其力量，不是为了取乐，或者出于过分的自恋，而正好相反，是为了有能力做出馈赠，没有匮乏和保留，也没有懈怠，甚至缺陷。我深以为然，别担心我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，希望你也是。住好，住久。儿啊，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叫车了。外边下了这么大的雨。我带伞了。
爷爷，您倒是睡得踏实，也不管管我。妈妈被调查，女朋友也被我弄丢了。你快醒醒！我真的很需要你的支持。女生真的好累啊。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有没有人见过我？我是朱舅，是这里的医生。但是今天呢，我是你们的老师，我要教大家一首唐诗《登鹳雀楼》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有没有小朋友知道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的意思？有吗？有。那姐姐告诉你们啊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想要看到更美、更好的风景，就要更加努力，知道了吗？有没有人能读一下这首诗？好，你来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见信入伍，我又回到了脑岛。年初，多方势力因抢夺矿产资源，使得边境地区陷入一片混乱，人们被迫逃离家园，越来越多的人受伤、炸伤或者枪伤。源源不断的患者送到了医疗站，我们人手不够，我每天要做10几台大大小小的手术。睡觉成为了奢侈，我时常会在梦中听到枪击声，还有爆炸的声音。比起害怕，我更觉得无力。比起见到患者身上的创伤，我更害怕听到他们问我，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？我一切都好，别担心。想念你。
说，有话好好说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你，还能让你跑了呀？你快把我吓死！都是误会，我一直有联系你，这不是怕被别人盯上吗？你先松开，我快被你掐死了！你想让你姑姑背黑锅到什么时候呢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让我姑给我背黑锅？徐自胜，说清楚，公章是你偷的。对，这没有证据，不可以随便说话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你不想相信，但是这事儿真是我顾自远的。他是后悔反咬了我一口是吧？当初是他让我帮着一起对付傅西周的。将军，你真是又坏又蠢。你以为财务办公室里面就只有一个监视器吗？你回来就毫无破绽了。少唬我吧！你要有证据，你早报警。哎，明哲，我求求你了，真的不能进去，放过我好不好？放过你？你利用你自己的姑姑去做这样的事情，让我放过你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她？那你要我怎么样？我现在给你两条路：第一，去自首，你老婆和你小孩会得到很好的照顾；第二，我现在立马就报警，以后你的任何事情都跟我没有关系。傅先生，感谢你的配合，后边我们再联系。好，有劳了。客气。老板，你怎么知道将军今天会来医院啊？他这个人吧，唯一的优点就是疼老婆了。他老婆今天剖腹产。哦，要这么说的话，他还算有救啊。老板，你不知道，我刚刚在车里等你的时候，那是提心吊胆的。有什么可担心的？一个将军而已。我主要担心他认出视频里的人是我。我那身材那么挺拔、气宇轩昂、与众不同的，他就没有一点怀疑？因为心里有鬼的人，一乍自然就认了呀。主要还是我的演技好。哎，老板，我今年希望得到一个奖项啊，零天影帝。奖杯就不用了，多发点奖金就行。的确是。但是程乐，我也比较担心的是，你是不是本色出演？啊？朋友们送给我的那些红酒、咖啡机、巧克力豆，我竟然找不到。哎，你跟我找找吧。啊？哎，老板，这次对江淑宁的打击可不小啊！傅凌天到现在都昏迷不醒，老天都给他们机会。哎，庆祝一下。不过啊，我估计江淑宁不会关太久，所以咱们的动作一定要快。徐州，咱运作这么久了，投入这么大，你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有所动摇，不然我可没办法跟我们合作的那些投行还有投资人一个交代。不会的，这才是我的好兄弟。协议准备好了吗 ？Of course。不过我们真的不拉一下周和顾吗？毕竟他们是傅家之外最大的股东。我岳父，或者说顾总，他现在应该很生我的气，不会愿意见我的。这有句俗话怎么说来着？
一个女婿能顶半个儿，他顾长林看在女儿的面子上也不会亏待你。唉，我知道现在为难的是你，不过以后如果有什么闪失，那咱们要一起解决。我可以试着去说服叶老周。他虽然一直站江淑宁，但始终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。就以这种关系，恐怕难以抵挡眼前的利益。哦，对了，我见过刘总和汪总他们非常愿意配合我们。他们是跟爷爷最久的，所以啊，人都一样，利益至上，人之常情。不过，我有一个顾虑啊，顾长林他会不会先出卖你呢？出没出卖的有什么关系啊？傅云深现在被江淑宁的事给缠住了，消息已经放出去了，股价一直在跌。就算江淑宁出来了，以现在这种情况，你觉得那些老家伙会怎么选择？你接到江总了吗？哦，还没有，还得要一会儿。胡律师还在办手续。哦，对了，小副总，你到哪儿了？我就不过去了，你接到他，直接送他回家。哦，好。那对了，小副总，那我怎么跟江总说比较合适呢？都可以。啊，我。 下面来介绍一下红石投资收购。各位，我想说的是，现在公司的状况的确不太乐观。之前公司的高管闹出了不光彩的事情，已经让公司的股价跌出了5日均线。爷爷病危的消息也瞒不了几天了，所以之后的影响，我想大家应该都清楚。但是红石愿意以上个月股价的最高点给我们结算，所以现在的情况，我们都是受益的。所以请大家好好考虑一下。顾律师辛苦你了。应该的。江总，云深呢？刚刚说在路上了，可能在堵车吧。我们还等他吗？不等了。好。我做过调查，红石这几年在各行各业的投资业绩非常好。如果可以让他们加入的话，可以给我们的公司带来新的资源和血液。
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继续。关于收购计划，里面有详细的资料，大家确认完了，做完决定就可以签字了。这我一来就要结束了。你要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找陈欢要一份协议书。哦，耽误大家几分钟时间，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做的一些调查。红石的确是一家非常有实力的公司，但是这家公司并不是做风投起家的。他们呢，最主要的买卖呢，就是收购一些低价公司进行拆卖，所以我非常怀疑傅一舟的动机。这个呢，是几个红石的经典案例。林天现在是遭遇很大的困境，但是我们大家也非常的清楚，自林天创办以来，遭受过很大的危机，但是我们都平稳地度过了。况且我们林天还有自主研发的疫苗，还有稳定的客户群，所以大家千万不用紧张。你的决心我们都能理解，但是喊喊口号嘛，大家都会，变现就难了。副总也是为了我们几个元老着想，不想让我们一辈子的努力都白费了。我们几个年龄大了，经不起折腾和打击。是啊，这个我在私下也有个大概的了解。红石的条件对我们来说，的确是及时止损的。那你们没有听副总说过吗？副总的妻子顾软软也是红石的股东啊。这件事是傅西周瞒着冉冉操作的，冉冉知道了以后才跟他离了婚。大家也听顾总说到了，我跟顾软软已经离婚了，在法律的层面上，我跟红石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倒是小副总把这件事情抬到桌面上说，到底是什么目的？我能有什么目的？那副总你就直接一点说呗，绕这么多的圈子，目的又是什么呀？傅西周，你到底什么目的？若真的是好事，为什么背地里把我们聚在一起？红石现在的实力是不是事实？凌天现在的处境，它是不是事实？我跟顾软软离婚，怎么样处理我们婚内财产，那是我自己的私事，不会影响到收购计划，更不会影响到各位的利益，请大家考虑清楚。我是为了各位。
妈，爸，你快醒醒！你最疼的孙子来看你了。妈，你不在家休息，跑医院来干什么？我是担心你爷爷，是我太鲁莽，爷爷晕倒，也有我的责任。傅西周今天的动作，你都看到了吗？傅西周肯定不会放弃这次机会的。如果爷爷醒来，公司没了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。那就只能改变计划，摊薄股权。可洪氏不会想不到这一点呀，只怕他们有备而来。那就看他们资金能耗多久了。还有公司那些股东们，他们向来是利益优先，这次肯定也不会支持我们的。目前的办法，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公司是爷爷的心血，在爷爷醒来之前，我们必须得好好替他守着。好，我马上联系反收购专家。好。